樓市跌咗3年幾以嚟，樓價同租金走勢向住相反方向走。正當樓價跌咗2成半嘅同時，租金就升6%，公平過租會唔會越嚟越普遍呢？金絲花園咧就係其中一個公平過租嘅屋苑啦。今集啦，我哋會去到2個期數睇2個放盤。其中一個咧月供大概11000幾蚊，平過佢嘅市值月租。所以啦，今集睇樓之餘，都會跟進下屋苑最新嘅樓價同租金情況。大家有咩睇法都可以留言話俾你知，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。另外啦，記得 subscribe 入 House 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撳埋隔離個鐘仔啦。由華懋發展嘅金絲花園係大圍嘅指標屋苑之一，一共有2700幾伙，主要供應1、2房呢一啲嘅細單位，喺1986到1987年期間落成，樓齡接近40年。屋苑分2期發展，1、2期分別有6座同7座。雖然係同一個屋苑，但係2期之間就隔住咗新翠邨。正因為位於唔同嘅地段，買嘢方面嘅配套都會有少少分別。2期居民都會依賴新翠邨同龍亨邨嘅商場，不過2期就會再近龍亨邨多啲。雖然2個都係屋邨商場，但係新翠邨就冇街市，商場入邊嘅鋪頭以賣日用品為主，包括超市、藥房等等。若果想買餸嘅話，金絲花園嘅居民通常都會去龍亨邨嗰邊。嗰度嘅街市就可以買到新鮮蔬果、魚類、肉類等等。買嘢方面，2期就會相對齊全一啲啦。至於交通方面，2個期數行過去大圍站，同樣都係大概10分鐘。雖然2期喺配套方面就略勝一籌，但係揀得2期嘅單位都有2點要留意㗎。第一，屋苑嘅 D 座同 E 座比較近紅梅谷路，部分單位或者會受到噪音影響。另外呢一期附近有金塔，有啲單位可能會望到。過去幾年期間，金絲花園嘅樓價都隨住大市回落唔少，以平均尺價計，由高位超過17000蚊，跌到大概11000蚊，都跌咗大概36%，導致到越嚟越多單位跌到400萬樓下。而早喺2月尾放寬100蚊印花稅上限之後，今年3月開始，屋苑嘅交投量都有突破。喺成交方面咧，1、2月份咧就係10宗以下啦，3月份咧就係有13宗，而4月同埋5月份咧都有10宗嘅成交。主要原因咧，因為佢個整體樓價受惠於政策嘅影響，咁就係有400萬以下咧就係100蚊嘅印花稅。咁所以相對於其他屋苑嚟講咧，呢個屋苑嘅成交宗數都比較多同埋活躍嘅。冧心可以做到低過400萬，皆因金絲花園嘅單位面積本嚟都唔大，不過越細嘅單位，租金升幅反而就越多。根據差估署統計，由2021年9月，亦即係樓市踏入高位之後轉勢咁計，過去3年幾，431尺以下嘅單位租金升咗5%，跑贏其他類別嘅單位。樓價跌，租金升之下，金絲花園都開始出現公平過租嘅情況。今集參觀嘅1期放盤就係其中一個例子啦。實用面積270尺，係2房間隔，以350萬嘅叫價計，維翻每一尺大概12900幾蚊。因為屋苑都仲未做大維修，所以上到嚟見到走廊都比較舊式一啲。入到嚟啦，基本上咧都一眼睇晒成間屋噶啦。先係浴室，跟住廚房咧就要行過嚟呢個角落位。咁由呢兩邊咧就係房門嚟嘅。呢種5門歸心嘅開式咧，佢嘅好處就係冇走廊位啦，但係變相咧就局限咗客廳嘅家私擺位啦。好似比較一種大路嘅家私擺法咧，就好似而家呢個業主咁樣。咁梳化、電視機櫃擺我嘅左右兩邊啦。咁由餐台咧就靠翻呢邊牆身擺。單位樓底有大概2.8米，同一般二手樓差唔多。270尺要劃出2房間隔，開則自然要用盡每寸地方。如果跟翻而家嘅家私擺位，因為要預留開山大門嘅位置，門口側邊就未必再有位擺鞋櫃啦。而成個廳仲可以擺到鞋櫃或者儲物櫃嘅牆身，就得返房門前面嘅呢一幅。不過就只可以擺到半腰櫃，如果唔係嘅話，就會遮到客廳嘅唯一一隻窗啦。
呢隻窗向住西北方，望住天井，咁所以客廳嘅通風採光都唔係咁理想。想解決呢一個問題，或者要重新佈局過單位嘅開積啦。呢間房嘅大窗咧就係望樓景啦，嗱，但係佢嘅採光度咧都好過而家客廳嗰隻細窗望天井㗎。咁所以啦，如果有啲人係想個廳嘅採光度好啲咧，就未必會選擇間呢一間房。咁想像下啦，冇一啲埲牆之後咧，啲光線咧就可以直射入個廳度啦。呢一間房有2隻窗，其中一隻同客廳同向，望返天井，而另一隻就向東北方，望屋苑自己嘅樓景。因為而家計算嘅實用面積係唔包窗台㗎，咁所以呢間房本嚟都唔大。嗱，擺完張單人床之後，都剩低唔多空間。想擺多樣家私，例如係衣櫃或者書台嘅話，咁可能要利用埋窗台先至得啦。咁轉過去另一間房參觀下，就會更加清楚。呢間房咧，其實個窗台都幾深㗎，咁所以啦，唔想嘥呢個地方咧，其實好多人都會好似呢個業主咁樣啦，就係將張床咧騎上去。咁而家啦，你見到就算擺完張雙人床之後咧，成間房都仲有唔少走動空間㗎。窗台深大概80厘米，咁至少都可以擺到半張床，咁變相就有位可以擺埋書台啦。呢間房同樣有2隻窗，雖然都係望樓景為主，咁但係對比天井嘅話，始終會有多啲光線入屋，採光度會好過頭先間房。300尺都未到嘅空間，間完2間房之後，咁就要犧牲廚房同埋浴室嘅面積啦。咁我哋先睇廚房，見到擺完家電之後，就剩低唔多工作台面。因為廚房嘅裝修咧都比較舊一啲啦，咁新買家咧好大機會都要重新整過㗎啦。咁但係礙於呢度嘅空間咧都比較細小一啲啦，咁所以咧就好大機會要維持翻而家嘅佈局啊。咁有一點要留意咧，就係個洗衣機咧可能都要揀翻呢一種嘅上揭式會好啲啦。咁因為大眼雞嘅話咧，佢就未必夠位會開到嗰個洗衣機門。而且而家冇預留到爐頭嘅位置，咁可以趁住裝修嗰陣一次過整埋啦。咁最後睇埋浴室。有窗通風，浴室門靠邊開，啱啱好可以佈局企缸、坐廁同埋洗手盆。不過就好難打造一啲儲物櫃，咁可以喺牆身度加裝翻啲層板嚟到增加翻收納嘅地方。業主喺2020年8月以大概435萬買入單位，咁若果以350萬嘅叫價成功賣出嘅話，帳面要蝕85萬，又或者接近2成，咁少過同期大市2成半嘅跌幅。而上個月 E 座另一間面積差唔多嘅單位就做咗303.8萬，咁對比尺價嘅話，放盤叫價高出1成3。不過嗰個單位就位於低層，而且改咗做大一房，間隔同今集放盤唔同。咁所以再參考埋銀行估價啦，咁大部分都估唔到價，最多都只係估到300萬，同開價差咗1成4，咁或者業主都要調低一下叫價，先至可以加強放盤嘅競爭力。買嚟自住嘅話，以 H 按唔到2厘嘅息率計，每個月供大概11,600幾蚊，月入要求大概28,900幾蚊。睇返我哋嘅28 House App， 以200幾尺嘅單位尺租至少46蚊咁計，推算放盤每個月嘅租金可以去到12,500蚊度。咁即係話借盡9成按揭，還款年期30年嘅每個月供款咁計，放盤可以話係公平過租。只不過要留意一期嘅每個單位每個月管理費劃一係950蚊，若果計埋相關嘅開支嘅話，供樓同租金嘅金額就會差唔多。若果買嚟投資收租，以12,500蚊嘅月租計，扣埋管理費之後，放盤嘅租金回報率有大概3.9厘，略高過同類單位嘅大市水平。金絲花園一期有唔少單位都好似參觀放盤咁樣，唔夠300尺。若果用300尺作為分界線，1、2期嘅開積都有啲分別㗎。
咁一期方面啦，大部分咧有80%以上咧都係300尺以下嘅細單位為主，其中咧363尺情侶至廳開則嘅咧就有200伙，咁分佈咗喺 A 至 D 座嘅1號同埋8號室。而2期方面咧就係有75%嘅單位咧就係300尺以上大少少嘅單位喎，咁當中開則咧就有306尺、321尺同埋336尺嘅分別，而當中咧306尺咧因為少咗個走廊位，所以深受用家歡迎㗎。不過今集參觀嘅2期放盤就唔係306尺，而係最大一款，實用面積有336尺，業主而家開價420萬，維翻每一尺12500蚊。雖然呢一期同樣未做大維修，但係走廊似乎就比一期新淨啦。一入屋見到大廳情侶字型開則，不過就比較難區分到客飯兩廳。近廚房對出嘅呢一個廳咧，通常咧都會係飯廳嚟㗎。但係啦，如果你留意翻就預留開山大門嘅位置之後咧，咁其實剩低嘅空間咧都比較難擺一張固定嘅餐台啦。咁若果係我嘅話咧，就會利用呢兩邊牆身咧去訂咗啲鞋櫃或者儲物櫃啦。呢邊廳區係冇窗㗎，日頭可能都要開燈先至得。不過廳房嘅地板同埋牆身保養都幾企理，買家要求唔高嘅話都可以保留翻。只不過兩廳之間嘅拱門設計雖然可以明確區分兩個生活空間出嚟，但係拆咗佢嘅話，應該可以令到成個廳視覺上望落更加大。頭先就講過啦，廚房對出嗰邊廳咧就比較難擺餐台嘅。若果係我嘅話咧，就會擺過嚟客廳呢邊啦。或者就係喺呢個牆身咧訂做一個有埋摺疊台嘅儲物櫃。用嗰陣咧就拉佢出嚟，唔用嗰陣咧收埋佢，亦都唔會話驚阻到出入睡房嗰個通道啦。客廳向東，外望景觀雖然以樓景為主，但係窗門都唔細，有一定嘅採光度，而且冇窗台。買傢俬嗰陣唔使驚浪費咗啲地方啦。因為呢邊牆身咧就長啲嘅關係啦，咁所以 sofa 咧就應該係擺呢邊啦。咁至於另外呢邊咧，好明顯你見到埲牆就會短啲啦。咁所以做電視機櫃咧都可能要度身訂做啦，又或者甚至做啲掛牆電視。呢度嘅睇電視距離有大概3.3米，其實同第一個放盤嘅差唔多。不過因為可能呢一度冇擺到傢俬，咁就會顯得闊落一啲。跟住就轉睇寢區，情眼鏡房開則，先睇左邊嗰間。原則呢間房咧就有2隻大窗㗎，所以你見到啦，就算而家封咗其中窗台呢邊隻大窗去做衣櫃咧，亦都唔會話好影響到成間房嘅採光度。而且咧可以幫呢間房爭取多翻少少走動空間。冇封到嘅嗰隻窗係向東，同客廳同向，一樣望樓景為主。而家封咗嚟做衣櫃嘅嗰隻窗就係向南。外望景觀係點嘅呢？或者可以去隔離房睇睇。呢間房同頭先間房都差唔多大。有窗台嘅嗰隻窗就係向南㗎啦。除咗會望到屋苑自己嘅樓景，亦都會望到一開始講過嘅紅梅谷路。所以打開窗嘅話，或者會受到車聲影響。至於另一隻窗就向西，會望天井同對面屋嘅睡房。所以就唔建議打開嚟到通風啦，甚至可能要長期落簾嚟到保障私隱。唔想遮到2隻窗嘅情況之下去擺傢俬咧，咁張床又唔想騎上窗台嘅話咧，咁就只可以打橫擺我而家企嘅呢個位啦。但係你見到咧，其實後邊呢度就有個柱位啊，咁所以擺床嘅時候咧，可能都要訂做先至得啦。轉過去浴室參觀下，有窗通風，比起第一個放盤大啲，預留咗開門位之後，洗手盆下面都做到個儲物櫃。至於廚房方面，較位做到曲直型嘅工作台面，而家嘅報告亦都預留咗位擺洗衣機同雪櫃。不過整體嘅裝修風格就比較舊式，有足夠預算嘅話，買家可以跟翻自己嘅喜好再整過。呢個放盤嘅業主同第一個放盤一樣，喺高位入市，喺2020年11月以大概570萬買單位，成功以420萬賣出嘅話，帳面要蝕150萬，又或者2成6，略多過大市同期2成半嘅跌幅。
咁雖然業主已經用一個折讓價放賣，咁但係屋苑近期嘅成交價大部分都唔過400萬。上個月同座另一間中高層單位同放盤一樣咁大，就做咗330萬，咁比起叫價低1/2。不過成交單位就更加近公路。咁至於各大銀行對單位估值方面，介乎363到369萬，同放盤叫價差咗1/2。買嚟自住嘅話，借盡90%按揭，每個月供大概14,000蚊，月入要求大概35,000蚊。咁至於買嚟收租方面，睇返我哋嘅28 House App， 金絲花園2期近日就未有錄到同類單位嘅租務成交，咁對上差唔多大嘅租盤成交已經要數到舊年年尾啦。咁月租大概13,000蚊到13,500蚊，而2期單位每個月嘅管理費咁就係960蚊，扣咗相關開支之後，估計放盤可以有大概3.5厘嘅回報率，略低過大市水平。金絲花園1、2期嘅樓齡都挨近40年，咁見到屋苑外牆同埋一啲公用地方都比較舊啲，咁而家大維修嘅情況係點呢？兩個屋苑咧都係未做大維修嘅，但係而家咧就正在全面更換升降機。咁留意翻啦，屋苑咧都有大概40年嘅樓齡啦，咁所以未來業主咧都要預留翻一啲資金咧去做大維修嘅準備嘅。而無論單位大細，金絲花園每個單位嘅管理費咁都係劃一收費，1、2期分別係950同960蚊。雖然兩者嘅金額差唔多，但係2期嘅會所設施就會多過1期少少。1期咧就提供室外游泳池啦、羽毛球啦同埋乒乓球。至於2期咧，除咗有呢3個嘅設施之外啦，亦都提供網球啦，仲有室內嘅健身室添喎。雖然屋苑可以行過去大圍站，咁大部分路段冇瓦遮頭，要日曬雨淋，所以屋苑都有供應到車位俾揸車人士。1、2期分別有399同546個車位，雖然用返兩個期數各自嘅伙數計，平均大概每3戶先至分到一個。但係而家屋苑都有2手車位放賣或者放租，售價由大概75萬起，月租就由大概2300蚊起步。睇晒兩個期數咧，我自己就中意2期多啲啊！咁因為嗰邊嘅單位普遍面積都大啲啦，咁見到個廳咧，就算係隔完2間房之後咧，都會有一隻大窗啊！咁唔知道你又點樣諗呢兩個期數同埋呢個屋苑呢？咁都可以留言話俾你知㗎，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。咁最後啦，中意呢條片嘅話，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啦！